1972年2月21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场晚宴正在举行。总理周恩来和刚刚来到中国的总统尼克松共同端起了酒杯，酒杯里是窖藏了30年的茅台，酒杯外隔绝了22年的中美关系也迎来了转折。大厅里，美丽的亚美利加缓缓响起，这首曾在尼克松总统就职典礼上演奏的美国民歌是他十分喜爱的歌曲。虽然酒量并不好，虽然负责安全事务的黑格也建议他不要饮用中国的烈性白酒，但当周恩来举起酒杯时，尼克松还是轻轻啜饮了几口。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这一顿饭，无数中国人已经准备了几个月。当天的菜单由周恩来亲自过目，承担采购工作的是专门负责国宴供应的34号特供处。欢迎晚宴中有一道芙蓉竹荪汤，原料选择了四川长宁县的竹荪。当时还不知情的长宁县领导接到上级通知，说是有一项政治任务，需紧急调集2斤竹荪。由于不是收获季节，县土产公司也没有现货，联系了4个乡镇才凑够数量发往北京。面对丰盛的晚宴，尼克松显然也做了充分准备。宴会上大多美国人不会使用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对付。他却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着菜肴。尼克松的妻子帕特笑着对周恩来说：“知道要来中国，我们在白宫就提前学了使用筷子。”随着音乐声渐渐停止，参加晚宴的人们逐渐散去，但有一个人却始终举着相机。根据《时代》杂志的记载，当晚获准在宴会现场拍摄的美国摄影记者寥寥无几，总共只有6位。生活杂志的摄影师约翰·多米尼斯便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尼克松访华的珍贵彩色照片，几乎都来自他8天的随行记录。和多米尼斯一同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一共有180多人。虽然这和美国最初递交的400人的访华记者名单相比，已经缩减了一半，但这个庞大的团体还是让负责接待的中国部门深感压力。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的马玉珍回忆，为了安排这些记者的住宿，早在1月份，中央就下令腾空了民族饭店。新闻司的英文工作人员也明显不够，就决定从学校、文化部、体委，凡是有涉外工作的单位借调工作人员，临时组织起了近100人的服务团队。很多人并不知道，1972年尼克松专机降落中国的第一站并不是北京，而是上海。在尼克松正式访华前1个月左右，1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带着18人的小组就提前到了北京，和中方商讨礼宾安全住房等细节。双方的第一个分歧便是总统的专机。美方坚持尼克松在华期间，包括还要访问的上海、杭州2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既是安全考虑，也是他们的惯例。而中方则认为，当时中美双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则必须乘坐中方提供的飞机，并保证，如果你们担心，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陪你们坐。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出面，美方才做出让步，达成协议。总统专机先飞到上海，从上海飞往北京时，中方要派先遣小组带领1名领航员登机，而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其他访问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至于地面交通，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唐龙斌回忆到，美方最初的计划是运送自己的防弹车过来，我们坚决不让。汽车里面装了什么，我们很难预料，而且也不好去检查。当时中国只有2辆苏联产的吉斯牌防弹车，一辆是毛泽东的，另一辆曾属于林彪。为了尼克松访华，这2辆车都被调用了过来。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发现，在安全上，美国有一套完整的策略，无论谈判还是参加活动，都要提前安排警卫到现场带上工具检测。陪同美国记者的资中云还记得，在长城时，他发现美国安保人员拿起一个黑色小盒子在说什么，我听他们的通话是在通知另一个警卫。现在总统走到什么地方了？身边都有谁？
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警卫是那样工作的。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小盒子叫 walkie talkie， 中文叫步话机，那时我根本没见过这种东西。长城之行是尼克松访华的重要一站。2月23日晚上，周总理陪尼克松在体育馆观看乒乓球表演。这时北京开始下起了雪，这让大家很揪心。按照计划，第2天的行程是去长城。周恩来一点都没有表现出焦急的样子，只是在比赛中途出去打了一个电话。等比赛结束，道路上已经有扛着锹、拿着扫帚的军人和老百姓在扫雪了。第2天一大早，尼克松夫妇很惊讶地发现，昨天夜里厚厚的大雪骤然从马路上消失了。原来这一天，北京连夜出动了100多辆洒水车，有差不多70万人，从钓鱼台一直扫到八达岭长城的烽火台。登长城那天，天寒地冻，路边却有一些人正在下棋。这些下棋人一直低着头，对身边经过的庞大观光团无动于衷，头都不抬一下。尼克松走过时，默默说了一句：“这是做给我们看的。”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西单菜市场。唐龙斌回忆道：“去菜市场前，我们早已经通知过大家要自然，可还是不听。那天摆出来的肉又新鲜又瘦，还叫他们的员工穿上漂亮的衣服排队去买。青菜也是最好的，原价1块变成了5毛。结果外宾前脚刚走，后面肉就收进了冰箱，青菜也恢复了原价，顾客们买好的肉也都放回去了。”这些消息被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很生气。后来在与尼克松会面时，他坦率地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北京反帝医院在尼克松参观时已经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一些标语被重新粉刷，换成了世界人民大团结。周恩来向当时的外交人员下达的接待指令是：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以礼相待。最初北京有些宾馆服务员甚至不愿意擦尼克松的皮鞋，就连当时执行杭州接待任务的陆和森最初也充满困惑。明明满大街悬挂着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的标语，怎么一下子从敌人变客人了，还要来杭州访问？那一年的春节，陆和森没有回家，他在杭州饭店接受了培训，最终拿出了关于尼克松访杭的接待方案。2月27日，离开中国前的那个晚宴上，每个人面前都摆放了一盒熊猫牌香烟，烟盒上的熊猫图案引起了帕特的注意。他拿起香烟盒，连声赞叹：“我太喜欢大熊猫了。”坐在旁边的周恩来闻听此言，不动声色地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帕特不解地问：“送我什么？香烟吗？”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正式发布。1个多月后，中国的大熊猫玲玲和猩猩定居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2013年，多米尼斯在纽约去世。这位曾深入朝鲜战场的摄影记者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半个多世纪过去，当我们再次回望1972年的那个春天，或许更能明白，今天的这一切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